DNA 是通过父母的精子和卵子进入生命的遗传信息，是鉴定生命遗传关系的唯一依据。通过 DNA 编码的解码检测分析相同染色体相同位点上的相同遗传标记，可以确定亲缘共主遗传关系。这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常染色体亲子鉴定，和前面的系列节目6一样，都是 STR 型别检测。我们一起来解码。第一栏目是 STR 型别的编号，2、3、4栏分别是被害人、胚胎、嫌犯每一对染色体上的2个遗传标记。如果胚胎每对常染色体上的2个遗传标记，一个和被害人相同，一个和嫌犯相同，就可以证明胚胎的这一对常染色体，一条来自被害人，一条来自嫌犯。这是胚胎的2条染色体上的2个遗传标记。被害人和胚胎在相同染色体、相同位点上有相同数据的编码序列，有相同的15个序列重复。这15个序列重复是一个遗传标记。被害人和胚胎有完全相同的遗传标记，证明胚胎的这一条染色体是来自被害人。嫌犯和胚胎在相同染色体、相同位点上有相同数据的编码序列，有相同的11个序列重复。11个序列重复是一个遗传标记。嫌犯和胚胎有完全相同的遗传标记，证明胚胎的这条染色体是来自嫌犯。通过这样的解码分析，在胚胎的每对常染色体上都能检测出嫌犯和被害人留下的遗传标记，证明胚胎的每对常染色体，一条来自嫌犯，一条来自被害人。这是胚胎的一对性染色体，2个 X， 证明她是一名女婴。一个 X 与嫌犯相同，一个 X 与被害人相同，证明胚胎的2条性染色体，一条来自嫌犯，一条来自被害人。本案由 STR 型别检测了16个相同位点，每个位点都有相同的遗传标记。在此列出10个，省略了6个。STR 鉴定结果显示，其亲子关系的几率为
99.999998，可以得到司法认可，不排除嫌犯为被害人胚胎的亲生父亲。HTR 的中文是短串联重复序列。HTR 通常是2到5个编码序列的重复。HTR 是鉴定几千年内遗传关系的特征标记，每一个标记都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。例如，孩子在某个位点上有 TCAT 4个编码序列，有8个 TCAT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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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CAT 的重复。这8个 TCAT 重复32个编码序列，就是一个遗传标记，遗传至父亲或者是母亲。在此看到，标记不是一个简单抽象的记号，亲子鉴定的每一个遗传标记都是通过相同基因组、相同染色体、相同编码位点、相同编码序列、相同编码数据，一码对一码检测出来的，一个都不能错。3个位点不同，就会100%否定亲缘关系。我们每个人身体中都有祖辈传给我们的遗传标记，借着这些标记，还可以逆向追寻我们的祖先。DNA 一点也不神秘，却非常非常神奇。